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经明明面对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，却感到无法解释的紧张、焦虑，甚至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？你并不是孤单的，这其实和你的脑波有关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贝塔波，人类意识清醒时的主导脑波，也是小我思维与焦虑的源头。贝塔波的频率大约落在12到40赫兹之间。当你专注于工作、思考或试图解决问题时，它会自动出现，它让你保持警觉，快速做出决策。但它也有阴暗面，高贝塔波会伴随焦虑、紧张与恐惧，让大脑分泌大量皮质醇。长期如此，不仅阻碍你创造想要的人生，也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，免疫力下降、内分泌失衡，甚至加速老化。这一点正好呼应我们之前谈过的影片，小心你的心智会欺骗你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贝塔波？原因其实源自人类的长期演化。早期人类生活在充满危险的环境中，大脑必须学会依据过去经验，模拟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。比如说，你经过一片草丛，虽然什么都没看到，大脑却自动产生恐惧，担心老虎会突然出现，或是小时候曾经溺水，从此对靠近水边充满戒心。这些都是贝塔波在保护你，帮助你避免危险。但在现代社会，这套古老的防御机制往往成了我们的束缚。大多数人因为害怕失败、害怕被拒绝、害怕未知而不敢做决定，心智不断模拟各种最坏情境，让焦虑成为常态。而这正是阻碍显化的最大敌人。你想吸引丰盛、爱情、自由，却被潜意识里这套焦虑的机制悄悄拉回。今天我们将从科学与灵性的角度一起理解贝塔波的本质，探讨它如何影响你的思维、情绪和身体，并且学会如何在理性思考与焦虑之间找到平衡。当你真正明白这个脑波的运作，你将开始掌握大脑的节奏，不再被焦虑牵着走，而能在创造理想生活的道路上更加自由而有力量。贝塔波不只是单一的脑波，而是可以分为两种频率带，各自扮演不同角色。低贝塔波，也就是12到15赫兹，又称为 SM2 波或感觉运动节律频率，它主要与维持身体基本运作功能有关，让你的肌肉、运动控制和日常生活中的自动反应能顺畅运行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平稳走路、做简单家务或身体维持基本平衡时，低贝塔波就在背后默默支持你。而高贝塔波频率则落在15到40赫兹，永远只出现在思维脑中。当你专注在某个任务上，比如写部落格、学新语言、尝试新食谱，甚至研究一份报告时，高贝塔波就会增加。它是专注力、分析能力与解决问题的核心动力，但同时也伴随着焦虑、紧张和恐惧。当大脑长时间停留在高贝塔波状态，你的身心会开始感受到压力的负面影响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贝塔波？这其实源自于人类演化过程中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在远古时代，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，快速思考、及时反应是生存的关键。早期的大脑会依据过去经验来模拟未来可能出现的威胁，像是你经过一片草丛时，虽然什么都没有，但大脑仍然警告你，小心，可能有老虎，或是曾经溺水的经验，让你从此对水边保持戒心。这些都是贝塔波在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避免真正的危险。然而，现代社会已经不再需要每天面对生死威胁，这套古老的机制却依然存在，并且往往被过度启动。许多人因为心智不断模拟最坏情况而产生焦虑与犹豫，无法果断行动。高贝塔波的思维模式会让你过度分析，担心未来，甚至对简单的决策感到不安。你的脑波虽然在努力保护你，但却在不知不觉中成了阻碍你行动与显化的力量。了解贝塔波的这两个面向，能帮助你意识到，焦虑并不是你的错，而是大脑演化留下的自我保护程式。当你明白低贝塔波在支撑身体运作，
高贝塔波在控制思维时，你可以开始学会觉察哪些是有用的专注力，哪些是多余的担忧。这种觉察就是调节贝塔波，找到理性与焦虑平衡的第一步，也是开启更高频脑波、连接内在潜能与显化力量的关键。高贝塔波虽然能让我们快速思考、专注于任务，但当它长期过度活跃时，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却不容小觑。压力会让高贝塔波振幅异常增加，使大脑分泌大量皮质醇与肾上腺素。这两种荷尔蒙原本能帮助我们应对短期威胁，但当长期处于高浓度状态，身体便开始出现负面效应。慢性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，降低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，内分泌失衡可能导致荷尔蒙紊乱，影响新陈代谢、睡眠品质，甚至情绪稳定。长期高贝塔波的状态也会加速身体老化，当皮质醇持续升高时，会破坏细胞功能，影响 DNA 修复能力，促进自由基累积，使身体组织逐渐退化。许多人在工作繁忙、面对压力或焦虑时，身体可能出现各种警讯，头痛、失眠、肌肉紧绷、心悸，甚至慢性疾病的潜在风险增加。这就是为什么单纯依靠意志力强迫自己冷静，往往效果有限。身体与大脑已被高贝塔波锁定在焦虑模式中。在显化法则的观点下，高贝塔波同样是一个隐形障碍。焦虑、紧张与恐惧不仅让思维停留在小我模式，也会干扰潜意识对外界讯息的接收与处理。你可能想吸引丰盛、爱情或理想生活，却因为高贝塔波不断提醒你不安全、不可能，潜意识就会自动屏蔽那些支持你显化的讯息，导致创造力受阻，愿望无法落地。日常生活中，高贝塔波可能以各种微妙形式出现。当你面对工作、学习或人际关系挑战时，心中出现的焦虑感、过度思考、担忧未来，都是贝塔波在提醒你保持警觉。它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，但过度使用就像把安全防护系统一直开到最高，反而损害了身心健康，也让你的行动受阻。理解高贝塔波对身体与显化的影响，是管理压力与脑波的第一步。当你能觉察自己何时被焦虑牵着走，明白这是大脑的防御程式而非真实威胁，你就能开始学习调整脑波的策略。透过呼吸、短冥想、运动或专注于当下的练习，高贝塔波可以被平衡，而你的身心也能逐渐回到健康、稳定的状态，为显化和创造力铺平道路。了解了高贝塔波的运作与对身心的影响之后，关键问题来了，我们该如何调整贝塔波，找到理性思考与焦虑之间的平衡？首先，要明白贝塔波本身不是敌人，它在专注、分析与快速决策中扮演重要角色。问题在于过度活化，尤其是高贝塔波过高时，会让焦虑成为常态。学会管理，而不是压抑，是平衡的核心。科学研究与灵性实践都指出，透过呼吸、冥想、运动等方法，可以有效降低过度活跃的高贝塔波。深呼吸能立即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，让心跳放慢、血压下降，促进大脑从高贝塔波状态转向 alpha 波或 theta 波，带来放松与觉察。短时间的冥想，哪怕只是1分钟的专注呼吸，也能逐渐调整脑波振幅，降低焦虑感。此外，运动是天然的贝塔波调节器，规律的有氧运动或力量训练不仅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加大脑血氧量，也能消耗过多的肾上腺素与皮质醇，降低高贝塔波活性。即使简单散步或伸展，也能让大脑和身体同步放松，改善思绪混乱与紧张感。在心理层面，觉察自身思维模式是平衡贝塔波的重要技巧。当你注意到心中出现焦虑或恐惧时，先停下来观察，这是真的威胁，还是大脑过去经验的模拟？这种第三人觉察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减少无谓的担忧，让高贝塔波的活性回到适度范围。进一步的，
将贝塔波与其他脑波结合也很关键。alpha 波能作为意识与潜意识的桥梁，促进情绪稳定与直觉感知。theta 波则帮助大脑进入深度放松与内在整合，透过呼吸、冥想或视觉化练习，贝塔波过度活跃时，可以被这些较慢频率的脑波平衡，既保有专注力，又不陷入焦虑漩涡。最后，建立日常小习惯也是长期调节贝塔波的关键。每天安排短暂放松时间，设定工作与休息界限，保持规律作息，都是让高贝塔波不再长期占据大脑的有效方法。当你学会管理贝塔波，理性思考与放松感就能共存，你将更能自由行动，不被心智欺骗，也能让显化的能量顺利流动。到这里，我们已经了解了贝塔波的本质、演化背景，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、情绪和身体健康。贝塔波是一种强大的工具，它让我们保持清醒，分析问题，专注行动，但同时也可能因过度活跃而带来焦虑、紧张与恐惧。当高贝塔波长期占据大脑，皮质醇与肾上腺素持续升高，不仅阻碍显化，更会影响身体健康，加速老化，甚至增加疾病风险。了解这一切是管理贝塔波的第一步，关键在于觉察，认识哪些思维是真实的需求，哪些只是小我心智的防御程式。当你意识到焦虑或紧张是贝塔波过度活跃的信号，而非不可避免的现实，你就能开始调整。透过呼吸、冥想、运动或短暂休息，你可以让高贝塔波振幅回到适度范围，降低皮质醇与肾上腺素的过度分泌，让身心逐渐回到健康、平衡的状态。此外，将贝塔波与 alpha 波、theta 波协同运作，也是达到理性与放松平衡的有效方法。alpha 波能连接意识与潜意识，促进情绪稳定与心流体验。theta 波则帮助大脑进入深度放松与内在整合，透过冥想、呼吸或视觉化练习，这些脑波能互相调节，使你在专注与放松之间找到理想平衡，既保有行动力，也不再被焦虑牵着走。从显化的角度来看，管理贝塔波不只是减压，更是创造理想生活的必要条件。当你的高贝塔波不再过度活跃，你的潜意识会更容易接收支持你目标的讯息，让创造力与直觉能顺利流动。你会发现，原本因为担忧而不敢行动的瞬间，开始有了自由与信心，过去心智设下的限制也逐渐松开。最重要的是，调节贝塔波是一种习惯的养成，每天给自己几分钟的觉察与放松，设定工作与休息的界限，保持规律作息，都是让身心长期健康、理性思考与焦虑平衡的重要策略。当你学会管理贝塔波，你不只是减轻焦虑，更是在创造一个可以自由思考、稳定情绪、顺利显化的内在环境。贝塔波既是小我思维的来源，也是理性与专注的工具。理解它，觉察它，学会与它共存，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思维节奏。当你不再被焦虑牵着走，理性与直觉之间的平衡就会自然出现，而你的人生也将因此更自由、更有力量，更能创造自己真正想要的现实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